爱奇艺娱乐的网友们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春有你2的训练生孙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春有你2的训练生朱林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春有你2的训练生林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春有你2的训练生玉妍。是那个泡泡读信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有青春制作人送过来一些信，就感觉哇哦，自己一下就有人支持了，就感觉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顺位发表的时候，就是能有什么几百万票，太可怕了。就反正挺感动的，就一下就有了信心。就是我知道一直有人支持我，就是从很多年前一直陪伴着我的人，然后我也是因为他们就是很想让我来这个舞台，然后所以来到了这个舞台，所以说我会继续带着他们的这种一直的这种陪伴，然后走下去吧。先走了嘛，然后第2天因为我们要分别的时候，我还专门提前去找他，结果这哥们儿不在，我真的气死我了。然后他不在，我就想要不然就给他写一封信，就留一下嘛。结果我信写一半，他顶着一个鸡窝头过来了，哇，真的是我当时在想，我是要把这个信写完呢，还是就当着他面写好尴尬，然后我就干脆不写了，直接我们俩就唠了一会儿，然后就走了。反正我也希望他在外面能继续保持着他的开心，他的快乐，然后好好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就行了。在他日记本上，然后他还说我偷看他日记本，我气死我了，真的是。我就是特别不擅长在那种悲伤的场合里面，就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坐到对面去的时候，然后就一直看着我们公司的陈一文，就一直看着他，就是特别心痛。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我这个人特别不会安慰人，所以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反正就希望他们淘汰的人都能在外面好好的发展，继续生活。就是怎么讲呢？我感觉这个东西，当时看的时候确实是就是很悲伤，就是形容不出来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如果去安慰他们，或者是说一些再多的话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，因为他们毕竟就是自己心里只要能过去那个坎儿的话，其实就不会再去想这个问题了，因为毕竟这个阶段只是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，往后还有一大部分要去走完。所以说我觉得不要把就是悲伤太当一回事儿，就是还是要更加努力的往前看。其实怎么讲呢，当时我回宿舍的时候，其实就他们都已经回家了，已经搬走了，然后所以呢就是感觉但是没有时间悲伤，就只能是说继续下面的训练，因为后面还要赶着上第2次公演的舞台，所以说也没有时间道别。但是我觉得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那就开心的往下走，然后并且带着他们的梦想继续往下努力，不要有太多的时间留着悲伤。大家肯定是想家的，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太忙了，就没有时间空下来去想别的东西。因为空下来的时候，脑子里全都是歌词，全都是动作、表情、舞台，全都是这些东西。我觉得如果要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闲下来的话，肯定会想家的。而且怎么讲呢？这个东西还是一种玄学，我觉得，就是我妈，就是比如说我在家的时候就很厌弃我，也不是说厌弃我吧，就是天天就是老骂骂咧咧的感觉，就是说哎呀你怎么着，就是嫌弃我那种感觉。妈妈都这样嘛，然后我走了以后又很想我，所以我就应该让她尝一下想念我的苦头，然后让她这几个月非常想我，等回去以后可以就对我好一点。就是因为我就是一直在我进那个 SNH 之后吧，大概我在上海自己就是待了7年快8年，所以就每年也就能回家个1周左右吧，然后就已经习惯了，然后就是自己的生活嘛。但是在这儿确实是没有想到，以为来这就3个月，没想到一晃半年过去了然后就
还是挺开心的，也能交到一大堆的朋友。那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只要压力一大就喜欢狂吃，就真的就感觉什么都填满不了我的肚子，太恐怖了！我不说了，我现在正在减肥，我不吃了，我今天都没吃。他会你如果吃什么甜的东西，他会说你，他只要路过李凡，他会说你的。就比如说我在吃一块，哎，那天我是吃什么来着？吃饼干还是薯片？你那天看电影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一起组织看电影嘛，他自己吃完了一盒那种高热量的饼干，我真的无语了，还是在大晚上凌晨，这是咋想的？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你懂吗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呀，就很饿，对，就感觉对，就感觉吃了就会心情变好，就会变得有力量，就会去做一些事情，就更有冲劲儿，知道吗？对，然后那天你就看完电影回宿舍睡觉了，并没有我做什么那努力那段时间没有长胖，我是后来，尤其是前几天，刚瘦了6-7斤，然后前几天我就狂吃，你真的你不知道，我们分开之后我变成了什么样了，你知道？真的不好吃，你知道？跳过，赶紧放过我吧，求求了。我很少，我怎么讲呢？我不怎么吃零食，然后也不怎么吃主食，然后也不喝饮料，也不吃糖，反正大概就这样吧。好惭愧。该不吃的都不吃。就是其实我还是蛮习惯集体生活的，因为我们以前在团里的时候，就是300多人住在一栋楼里，就是我们其实就和现在是一样的，只是因为我们是1人1间，这是4人1间，而且这个床是上下铺那种，然后就是还是有一点轻微的变化的。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吧，特别喜欢热闹，就是我是那种不是说时间长了少东西了才窜寝室，我就是刚一到这我就开始窜寝室，然后我每天就很忙，就给自己安排了很多的通告，就去这个寝室待2会儿，去那个寝室待1会儿，就这样很忙，给自己每天安排的行程很满，仿佛自己没来过一样。然后我一般去的寝室就是734的寝室，然后虞书欣他们的寝室，然后太多了，真的有很多，因为我每天就去很多人的寝室，就是很忙，整个是第一次跟这么多个女生住在一起，就是进来之前我本来以为会有很多可能会不方便，但是因为人特别多嘛，但是后来进去之后就还好，因为我一开始是比较宅的，我不爱去串宿舍什么的。自从我认识黄晓云之后，天天晚上拉着我各种串，今天我们去找这个姐姐玩，明天我们去找那个姐姐玩，今天下来，快下床。因为我真的很懒，我一开始真的不是很喜欢串，到后来被他串完之后，我发现其实每个寝室都还挺好玩的，然后慢慢也就习惯了。大都是就是住宿生活，都是和什么几十个几百个人一起住。对，没什么不习惯的，我就很适应。哦，唯一变好的就是从什么8人间、6人间换成了4人间，这是不是有点？好惨！我对，但是我很满足了，对，这样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所以会有人来串你的寝室吗？我们寝室还人来人往，这样一个寝室，车水马龙，你还不是来？他每次还坐在陆凯恩桌子下面，陆凯恩吃的了。哦，我会去他寝室剪头发，对，是发型设计师，来发型设计师。我从来不串寝，然后大家也从来不来我寝室，然后就是来的话就剪头发，剪了就走。我真数不清了，说实话我真数不清了，就怎么着得之前算是100个，怎么着得30个吧，差不多。对，反正就因为这，要不然就剪个头帘，或者要不然就剪短，或者要不然就修啊什么之类的，染啊。还有从长发剪到短发。哎，我今天晚上想修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今天晚上应该没有时间，最近。就是我也不串琴，我觉得串琴也没什么太大意思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怎么讲呢？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，然后，但是也喜欢跟朋友们玩。我是属于跟朋友们玩的时候会玩得很开心，但是也会就是需要自己的一些独处的时间。对，然后双子座嘛，就这样子。那谁是第一个让你下手剪头发的人？金吉啊，他带
我不知道，就因为他跟我之前就认识很久了，但是他也不知道我会剪头发，但是莫名就相信我。就是他说他想修一下头发，我说那我给你修吧。他说那回头晚上我去找你去，然后晚上他就来了，自己跟那儿自己玩自己的，完了之后就也不知道干啥，反正就在那儿，就是一会儿跟着人聊聊天，一会儿摆弄指甲啊什么之类的，就从来不管我在剪头发，也不看我剪成什么样了，特别奇怪，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相信我。然后剪完以后还剪挺好，自己美颠走了。剪完以后他又到处大肆宣传。就各种宣传，你知道吗？说他剪得太好了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我的剪头发之路，踏上了我的 Tony 之路。对啊，就是几乎现在是预约制的，现在是预约制的。那就是这次我看的所有人，基本上每个人都好拼，就是都是那种不睡觉，就是你不睡我不睡，哎，你睡1个小时，我比你少睡半个小时，就这种感觉，所有人都是这样子。就是对，他直接背了一个包，什么卸妆的，什么洗面奶什么的。我觉得来这儿没有人是不努力的，每个人都想珍惜这次机会，每个人都想抓紧这次机会，每个人都想往前冲。我就是那种，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特别心大、特别无所谓的人。然后呢，我每天呢就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，然后就每天就很快乐过了，就是以前的生活。然后也没有什么想其他的事情，我也没有想规划过自己怎么样，就是看眼前、看当下，我一直都是这样过的。但是后来自从进了这儿之后呢，我就发现，就身边人他们就是那种拼劲，你就会带动着你那种特别想往前拼的那种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是最近的这个公演啊，然后就是让我就是真的是，我说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努力过，我那么几天就睡2个小时20分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觉得。哇，原来我可以这样子，我原来有这样的一面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能就是拼成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改变了我很多。进来之后，然后我也开始想，我真的开始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然后到底应该怎么样，就是会这样思考。我以前从来不思考这个问题，就心大无所谓那种感觉。现在就会慢慢的沉下心来，好好的想一下自己，然后也是真的很想努力，有努力的那个心，突然一下，这。我觉得我们来到这里之后，大家的抗压能力好像都变大了，而且好像比之前整个人更有规划了一些。而且就是之前我其实是很讨厌离别这个东西嘛，只要每次一有分别的话，我就会很伤心很难过，就是自己有一点颓废一段时间。但我一直都想，就是很有勇气的去做好一件事情，就每天都在折磨自己，就是去突破自己，就还是像初心一样。作品有在好好表演，我每次都把它当作是最后一次，因为我就是很害怕走掉，然后所以就每次都很认真的去完成它，所以别的我也不敢想，我就只知道就这个时候就冲就好了，然后多的我也没有想什么。我是觉得既然来了，我就没给自己留退路，我觉得我不会走，所以我也不会有什么遗憾。因为我觉得我想展现的都会在舞台上展现，因为我来就是来展现自己的。就是确实有这种情况，就觉得自己就是感觉力不从心，就那种。然后还有就是很多情况出现，就大家实力都很强，然后你就会很自卑，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很想努力，但你就发现好像真的就是很难就超过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很难过。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难过这种情绪我都会藏起来一般，但是我在这个节目里我没少展示，因为就是你就会真的是有时候很崩溃，然后你又没有办法，但是我真的是没有想过说要放弃要走，其实就是转头就走了。结果是这种在这个里我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那有没有躲进厕所？就自己就知道了，哭完擦干眼泪，人再站出来，就像没发生一样。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，就是不超过5分钟，就是只哭5分钟，然后就站起来就回来。而且一般都是在镜头外，就是没有被拍下来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很要面子，就是说我去上个厕所，人就走了，走完之后哭红了双眼，然后人再回来，仿佛没发生过一样，就这样。某些人没有，其实我真的是一个不哭的人，因为我觉得哭没有什么用，哭不能解决问题。但是这次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哭，而且我就觉得很丢人，然后我就跑去厕所躲着，然后结果我一出来，那个摄像机在外面等着我，就怼着我，然后我就跑，我跑啊，然后跑到一个教室角落，
然后结果那个摄像机又找过来了，天啊！我说不行不行，不哭了不哭了，不能哭了，就我觉得很丢人。没有被摄像机偷拍到哭的时候吗？啊、那也有，那也挺多的，我觉得。没有很多了，就这就是一个嘤嘤怪，我感觉。因为他哭的，因为他这个哭，我们队有了队名。就我们十面埋伏练习的时候，我们音乐放那么大，都能听见林凡的麦啊，林凡哭了，怎么着的？什么林凡？我说啊，林凡又哭了。就完就是这种状态，然后怎么讲呢？我觉得我是一个会给自己压力的人，所以我就会逼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，而且我到最后，就每一次我虽然知道这个任务可能完不成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肯定能完成，所以说我可能没有太多的顾虑或者是怎么样的，我也不会担心自己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我不会让自己有丢脸的那种机会，就是会每一件事情都会做得比较好。林凡，经典动作。这是啥玩意儿？就是一开始我们那个舞蹈动作一开始才是这个嘛，他那天就哭着，然后说自己太丑了，就一边哭还一边笑着自己，他妈哭了将近有半个小时吧。他那天哭的原因是什么？做不了这个动作吗？因为他当时选的这个是他不是他风格的歌嘛，然后他当时还是队长，他就有压力嘛，然后一边有压力一边看着自己的动作那么丑，就一边哭一边笑。如果离开这里的话，觉得最会想念整个什么东西？想念寝室啊，练习室啊，这走过2点一线的路，走了好几个月这2点一线的路，其实我觉得最难忘的应该就是这些和大家在一起这样拼的日子吧，应该会想念这些。可能会联系到，但是可能有些工作人员，大家可能真的在这里相处几个月之后，出去就很难碰到，就是那种说了，就可能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就是也蛮感谢他们在这里照顾我们的，所以我应该会比较想念他们。我应该会最想念就是来这边交到的朋友们吧，因为就大家都会陪伴了我很多吧，然后给我很多安慰鼓励什么的，就我们一起在这儿生活的日子，一起积极向上的日子。我觉得没有最想念吧，我觉得想念的肯定是这几个月的生活，因为在这里面度过了春天、夏天，还有冬天，秋天可能还没有。对，就冬天过来的嘛。对，冬天过来的嘛，完了之后度过了一个春天，然后现在是夏天，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在你几年以后，或者是几个月以后，你想起来以后会觉得很难忘。虽然现在很累很忙，但是在以后你还是回想起来会觉得你很向往那一段生活。对。为什么我刚刚说到不定义女团，我突然想到了孙悟空72变的那种。其实我觉得不定义女团应该就是一个，就是它什么都有可能的那一种，就是我觉得它包含了每个人对于无限的那一种想象，就是它也可以是这样的，也可以是那样的，就是千奇百怪的那种。对，我觉得虽然说是不定义女团，但是基本的还是要做到正能量，要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就是不得不说，广州的大米饭其实照东北大米饭确实是差一点，但是呢也不错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最近都长胖了，然后他就把那个盒饭大米饭从这么大一个就变成了这么小一口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跟那个选管说，我说你看你们呢平时呢我们吃大米饭啊，一人就1盒，这样大家就吃饭一人1盒。现在你把大米饭就整这样，我一下子吃4盒，你说我这不光也没减这个肥，就是也没有说控制这个体重，反而盒饭还吃的更多了。我说你说这有什么意义？但是确实是最近就大家就是盒饭就变这么小一口，太多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嘛，就是吃东西已经吃出经验来了，就是做一个非常有素质的吃东西的人。就是我每天都是给别人发，就是别人来我寝室，我特别热情，就是我就希望他们不空手走，我每天都得塞点东西给他们带走，就是那种来我寝室人没有一个是空手走的，就这样。然后听说青春有你2有很多兴趣班，你们都参加了什么班？太多了。我自己开的好像之前是那个健能班对健身塑形体能班。有人报名参加吗？
哦，他们是属于就可能。对，可能就是练了一会儿，完了之后去上别的，就是比较有趣的课了。像我这种比较枯燥的课，然后我还在旁边数落别人，可能就不太愿意上我的课，又很累。没有，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，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有时候来上一上，然后有的时候就走了，上半截就走了。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的。一会儿去那边玩，一会儿去那边玩，一点都不在那好，对，一点都不好好上课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不敢，各种不敢再给自己挖坑了。各种串班，不好好上课。我们看监控，我在换了班，我都在上课。闭麦了，闭麦了，闭麦了，即刻闭麦，你别给我闭麦了。太吓人了。有没有参加什么兴趣班？哦，我吗？我没有参加，我没有来过这个节目。我就是那个这个上一点就走了，或者那个上一点就走了那个人。我就是各种走，觉得这个好玩就去这边，觉得那个好玩就去那边了。什么上来就放 beat， 然后我就什么玩意儿，我就想的非来教 rap， 上来就放 beat， 然后我就懵了，怎么反正就这种感觉，就是这个。你的桌子是不是宿舍里面最整齐的？是挺整齐的。他就没东西能放，他就仿佛人一把就可以走的那就立马拎包就能走，拎包就可以走，他就不把东西摆在桌上。倒还好吧，因为他们其实走的时候乱七八糟东西也没收。我那天给他们收拾了两个巨大塑料袋的垃圾，然后我全都扔出去了。就是有一些不用的东西，有一些垃圾啊，或者是吃完的东西，他们可能走的时候太急了，赶飞机，所以就没来得及收拾。那天就给他们全都收拾了一下。所以孙瑞继承了他们的零食，你继承了他们的。那倒没有继承。不是，是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我小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家可能是就是有什么偷偷摸摸没有告诉我的非洲血统，就是我感觉我的头发它不是说多可以解释我，因为现在我是夹过的头发嘛，我头发洗完以后就是炸起来的，就是对，就像张总那个头发一样，他那可能是烫的，但是我那是自然，就是自来卷加沙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可能沙发的发质又会相当于比较粗比较硬一点，那就会显得就是头发比较多一点吧，可能是这样的吧。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你好像不会撒娇，就是云凡撒的就成为云凡在青春有你最大的动力。光荣史真的是，大家现在好开心哦。你就当我是个木头好吗？我是个木头。哎呀，好，撒得好。